些挣扎，怎么都还要继续。黑夜渐渐逼近，却不留痕迹，吞噬每个生命和每一寸回忆。当黑夜找到了迷失的心灵，也许爱，也许恨，刺破了彼此生命。眼泪悄悄抗拒，却是那么透明，让人都看不清。当时间将揭晓所有谜底，揭开所有黑的心灵。是同一个人干的。好的。没事了，真的没事了。喂，现在有空吗？应该还好。那你快出来吧。OK， 拜拜。那天你帮我做催眠治疗后，我已经放下恐惧感了。没想到你对催眠治疗那么有天分。你真的没事了吧？其实你不需要特地跑来确认我是不是没事，我没那么脆弱的。没事就好。我们现在去案发现场。什么案发现场啊？果然不出我所料，疑犯又出来干案了。他这次在学校放的催泪弹，我猜在那边可以找到很多线索。你以为我出来是要我帮你查案？没错，我们一定要查到他的身份。来，快！你跟我叔叔一样，每次把我当查案的工具。哦，是吗？他也常叫你帮忙查案吗？别忘了，我是心理医生，不是侦探。心理医生跟小说作者，你不觉得这个组合很酷吗？酷？催泪魔人打不赢我们的。什么催泪魔人？呀。哥，你怎么这么久都没来看我？我最近工作比较忙，所以没时间。你看，我带了一个东西给你。哥答应过你，要带你去看雪的，一定会实现诺言。所以你要坚强起来，好吗？你答应过我的事，一定会帮我实现的。可是这次恐怕不行了。为什么？不会的，一定能够实现的。哥，
我希望你带着我们的约定，到下雪的地方，就像带着我去一样。不行，你一定要跟我一起去。哥，你很固执哦。你还不是一样？到时候我会做个大雪人。嗯，我们一起打雪战。车钥匙吗？找到了，有人在洗手间找到的。幸好找到了，谢谢你啊。案发的时候有没有人受伤？疑犯这次只引发了1枚催泪弹，当时导师和学生都争先恐后的逃出课室，有一些人被撞倒而受伤。不过这次的催泪弹跟上次一样，没有危害生命。他之前想传达的信息是正义是否存在，不过他现在却否定正义存在。他会不会是想揭发某一个真相？催泪弹被放在哪里？在这张椅子底下。那谁坐在这呢？一名19岁的女生叫 Judith Tan。案发后我们已经问过话，没什么可疑的地方。他把催泪弹放在这里，应该有某种原因吧？你怀疑 Judith 跟疑犯有关系？我之前的小说啊，有写过这样的一个情节啊，凶手呢是炸弹狂人，他专门对付目标的亲戚朋友，目的呢就是要让这个目标感到痛苦。所以我觉得，这凶手会不会不是针对这女生啊？是跟他身边的人有关？为什么每次都跟你小说有关？我怎么知道？应该是蛮多人看过我的小说吧。疑犯每次都抄袭你小说，有这么巧吗？还是你在借机宣传啊？如果是按照我的小说情节来发展，那最后的幕后黑手就是我了。谁在跟你开玩笑？给我认真点。喂？什么？医院有炸弹？一个叫 Nicholas Go 的医生被困在车子里。好，
我马上过去。疑犯已经进行了第3波行动，就在你所工作的那家医院。催泪弹被引放了没有 No， 这一次的催泪弹装置了即时引爆器。Nicholas Go 好像是外科手术的实习医生哎。我先赶去现场，再联络。雪晴 ，Judith 跟 Nicholas 会不会有什么关联？救我啊！放我出去啊！救我啊！老大哥，你别紧张，冷静一点。我们的拆弹专家一定会救你出来的。为什么他们在外面看这么久都没有行动啊？他们要确保您的安全之后才能行动。你放心，你会没事的。这次的催泪弹跟上2次的是一样的。那为什么还不拆除？催泪弹连接所有的车门 ，Bomb Squad 担心一开门就会爆炸。前2次都是催泪弹气体，这一次会不会也是一样？谁能够保证？那万一喷出来是毒气怎么办？快上车！我忘了拿手机。哎，快去拿。Dr. Tan，这么巧，原来 Judith 是你女儿。邱医生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单位有事吗？你好，我叫狄生，我们是来找 Judith 的，是关于之前学校发生的案件，我们有些问题想问她。Sorry， 我们赶时间，有什么等以后再问吧。Dr. Tan， 我们担心疑犯的目标是 Judith， 也可能是你。怎么可能？我跟案件毫无关系。你们要去旅行，想去哪？我怕 Judy 被炸弹事件吓到，想带她去散散心。Dr. Tan， 只要疑犯没有抓到，你的女儿还是会有生命危险的。Dr. Tan， 我们没有恶意的，我们只希望你们能提供一些线索，让我们查到疑犯的身份。我对这个案件一无所知，要我怎么帮你们查出疑犯？可能你无意中得罪了什么人，又或者是最近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。没有。Dr. Tan， 在你旗下是不是有一个叫 Nicholas Go 的实习医生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有坏消息要告诉你。已经剩下5分钟了，你们还不快点想办法？到底他们在外面看什么？快来救我啊 Dr. Go， 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冷静个屁啊！在这里的人不是你，当然可以很冷静了。我警告你们，马上救我出去，不然就告你们办事不力。Dr. Go， 我是严重罪案调查组的 ASP 周建峰，我要问你几个问题。我管你是谁啊！马上救我出去！你先冷静一点，你是不是牵扯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疑犯会针对你？现在什么时候了？你还问这种问题？疑犯明明就是在针对你，你就要老实说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得罪了什么？啊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啊！喂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喂！救我出去！救我出去啊！喂！他失控了。虽然疑犯选择 Julie 跟 Nick 作为目标，可是他针对的人应该是你。真的不关我的事，是吗？你猜到你自己会有生命危险，所以你才突然想要出国逃走。你早就知道下一个目标会是 Nicholas， 可是呢，你只为你的安全着想，不管他能死活，太自私了。我没有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啊。Dr. Tan， 其实我看得出你很关心 Nicholas， 我相信你一定有苦衷的。你们凭什么逼问我？给我马上出去！Dr. Tan， 之前疑犯留下明显的信息，告诉我们他是在伸张正义，也要揭发某个真相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你们一直逼我也没有用，真的无可奉告啊！对不起，我不想死啊！我知道错了，对不起。
你干什么？还给我！这是什么？是你 Nicholas 的车吗？谁寄给你的？是疑犯吗？哎，迪生 ，Nicholas 已经被你害死了。你是不是想看到朱莉也死了才说这话？放开他啊！我不是有意的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心要害死 Nicholas 的。我承认，是我的错，全都是我造成的。Dr. Tan，你没事吧？邱医生，我真的不是有意的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可以告诉我们吗？Judy 出事以后，我就收到一封简讯，要我在1天内认罪，否则就会有第3次的炸弹事件。认什么罪啊？1个月前，我本来是要为一名叫刘小静的女病人做肾脏移植手术。我们已经为你找到合适的肾脏了，一切没问题后，很快就能帮你进行移植手术。哥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不是，当然不是啊。陈医生，这是真的吧？好好休息，我会再来看你。陈医生，谢谢你，真的很谢谢你啊！哎，真的太好了。可是小静到现在还没动手术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手术前，情况突然有变，我发现小静的情况不适合动手术，所以就临时取消了手术。那他们一定很失望吧？当小静的哥哥知道了这件事以后，还到医院里闹事。陈医生，我求求你，你帮我妹动手术啊！不是我不想帮她，只是你妹妹的情况很复杂，如果勉强动手术，反而会有生命危险。可是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，她已经不能再等了。你到底有完没完？走开啦！陈医生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你帮她动手术啊！我不能看她白白等死啊！我们已经把肾脏移植给别人了，你们等下一次机会吧。你们把肾脏给别人？陈医生，为什么你要这样做？对不起，我真的帮不了你。陈医生，是你给我们希望的，是你说小静可以救的，你为什么要骗我们呢？为什么？喂，你干什么？为什么要骗我们？我怎么骗了你啊？小静是被你害死了啊！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？他要你认罪，很显然的是要讨回一个公道。我相信这件事没这么简单。Dr. Tan， 你还有在隐瞒些什么吗？其实，后来我才发现，检验报告出现错误，所以小静本来可以接受手术，对吗？我没想到，竟然会犯下这种错误。当我知道的时候，已经太迟了。我没有勇气承认错误，不想摧毁我所有的一切。他唯一得救的机会都被你糟蹋了。你本来就应该为你的错误负责，可是你选择隐瞒事实，还连累这么多人受伤害。你有什么资格当医生？他责怪你和 Nicholas 夺走小静的希望，所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对你们报复。除了他，应该不会有别人了。刘长邦，好的，过来看一下。这些应该是他制造催泪弹的材料。他在交流会的会场和学校都做好资料收集。你看，连逃走的路线都计划好了。那肯定是他啦。
你们留在这里，等刘哲邦回来。Secure。Yes sir。你刚才对 Dr. Tan 的态度跟你平时不一样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因为人性是丑恶的。虽然我认清了事实，但有时候还是会受不了这种败类的行为。不好意思，我刚才真的是有点失态。我很好奇，为什么你这么坚持人性是丑恶的？因为这是事实啊。如果你问一只蝎子它恶毒吗？它不会否认。只有人才会用表象来伪装自己内心的丑恶，就这么简单。你以前一定是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，才会让你对人性这么悲观。对了，你有没有见过小静的哥哥？没有。那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？没记错的话，好像是刘泽邦。叫什么名字？刘泽邦。迪奥。Sorry， 我知道了。没关系。在想什么啊？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。那时第一次在这里看到你，还以为你要跳楼自杀。后来才明白，原来你一个人不开心的时候，都喜欢来这里想事情。这里真的很舒服。主要的是，没有人可以来干扰我。你每次都看什么啊？你看，这个城市里有太多的灯光了。嗯，很漂亮。只可惜，没有一盏是属于我的。你是不是觉得很孤独？没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地方啊？你还有我这个朋友啊，迪奥，其实我……你想说什么就说。我不是那种只想听自己想听的话的人。有你这个朋友真好。我也很开心有你这个朋友。我忽然觉得这里的灯光变得比以前更漂亮。当然喽，因为这次有我陪你一起看嘛。真的很希望我们以后也可以像现在这样，一起看灯光。什么话啊？一定有机会的嘛。可不可以像上一次那样，陪我看日出啊？对不起啊。不可以，不要紧。当然可以，反正我也想重温那时候的感觉啊。这里真的好舒服哦。
啊！起来啦！干嘛睡在这里啊你？你跑去哪了？我跟朋友在一起啊，我不是跟你讲。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跟什么朋友在一起？从实招来。我跟泽邦在一起啊。你跟泽邦在一起？你知道是催泪弹案件的疑犯吗？警方已经通缉他了。你不要乱讲啊！怎么可能？我什么乱讲？你没有看报纸啊？他昨晚找你干嘛？跟你说了什么？由于我的判断错误，女病人刘小静因此没法进行移植手术，导致她失去了一次宝贵的获救机会。在此，我为自己的失责感到万分歉意。对不起，我将为这件事负起全责。他要求我陪他看日出，我就答应他。不过之后我睡着了，醒来后他不见了。我有打电话给他，不过没有人听。就这样。我跟他聊的东西就这样，没有什么奇怪的。他当时的情绪怎么样？有没有不寻常的地方？真的很希望我们以后也可以像现在这样，一起看灯光。现在想起来，他好像真的有一种想跟我道别的感觉。他设计了一连串的事情，应该不只是为了报复，肯定还有其他的目的。他还可以做什么啊？他最重视的人是他的妹妹啊。没错，他最后的目的是要救刘小静。可是现在警方通缉他，怎么可能轻举妄动啊？换成是我，我也会不顾一切的去救你。他为了妹妹，就算地狱也会下去。Dr. Snow， 我还能见到哥哥吗？一定会的。我觉得他会及时回头，不会错下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你啊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相信他要你开心起来，好好的活下去。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如果我现在就离开，别这么说，他从来没有改变过。这是你哥送的，好漂亮哦。哥跟我约定好了，将来要一起去看雪。Dr. Snow， 你有看过雪吗？告诉你一件事哦，虽然我的名字有一个雪字，不过我却没有见过雪，我还蛮不甘心的。以后一定要去有雪的地方，才可以称上 Dr. Snow 这个名字。那如果你去了，记得告诉我，雪的感觉是怎么样的？不如你闭上眼睛。你现在什么都不用想，只想着白色。所有的一切都是洁白的。慢慢，慢慢的。白色开始飘动，感觉很轻柔、很细、很碎、很轻盈。警察！
双手举起来！大佬来，双手举起来！我妹妹呢？刘哲邦，我们怀疑你涉嫌多宗催泪弹案件，现在正式逮捕你。不要过来！只要我一松开我的手指，炸弹马上就会引爆啊！冷静点，不要乱来。我妹妹呢？我们一早就把她换去另外一个病房了，就是在等你上钩。你无路可逃了。但我去救我妹妹啊！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投降吧。我来之前，我就已经准备好了，很快的就会有更多的炸弹会被引爆啊！你想吓唬我们啊？时间剩不多，如果你们不想害到更多无辜的人，马上带我去救妹妹啊！ Dr. Snow， 谢谢你让我感受到雪的感觉。我有把握，你有一天会亲自体验到雪。OK， 好好休息。我限定你们，在24小时之内找出10个志愿者，把肾脏捐给小青，然后马上帮他进行移植手术，听到没有？你提出的条件根本做不到，投降吧！我不管，时间一到，炸弹会一个接一个的引爆，到时候会有很多无辜的人被炸死。你们已经看到了，Nicholas的车已经被我炸掉了，你们应该知道我是认真的。 放开他！不要乱来！啊，冷静！马上带我去见我妹啊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同归于尽！啊！好，好。小青在里面。坐下来，不要想要逃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在干什么？妹，你觉得怎样？ 我很疲倦。你放心，你很快就可以动手术了。走吧，你这么做是救不了他的，会弄巧反拙的。趁还有时间，回头吧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不想听啊！紧急事故，请大家到1楼集合，到1楼集合。请1楼集合。刘哲邦。 我是中区总部严重罪案调查组的 ASP 周建峰，我想要跟你说几句话。我们没什么好谈的。我们已经包围整座医院了，你是无路可逃了，投降吧。我从来都没打算过要逃。陈百胜已经公开认错，满足你提的要求，为什么你还不甘心啊？他根本是在说谎。
他已经认罪了，也放弃了他当医生的事业，没有必要说谎啊。陈百胜那个混蛋，他隐瞒了真相啊！他收了钱，假装诊断错误，然后他把肾脏移植给别人了。他这样做根本是贪污啊！你们只剩下18个小时，如果你们还不行动的话，下一波的炸弹很快的就会被引爆了。写小说的，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啊？我觉得我有义务帮你们解决这个问题。你有什么义务啊？刘哲邦选择我的焦虑会放第一枚催泪弹，肯定是有什么含义，而且他是抄袭我的小说情节在干案。你让我试试，我去跟他谈一谈。对哦，就好像上次一样，你用同样的方法打败杨正业。没有其他办法了，再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。万一他的手指一松，就会引爆他身上的炸弹。我不知道吗？需要你来教啊。还有，我们要先搞清楚他所说的炸弹到底是不是真的。之前他放置催泪弹的地方都是跟这个事件有关的。接下来，他袭击的人也应该跟这个事件有关。那陈百胜把肾脏移植给什么人啊？一个叫王爱娜的女生，她的父亲是王氏集团的董事长王忠武，是本地数一数二的富商。他当时用手机拍摄办公大楼，好像是在观察整个环境。那个地方好像就是王氏企业的办公楼。马哥，炸弹会不会在那里啊？你们想想，是王忠武导致刘晓庆没有办法动手术，那刘哲邦肯定会向王忠武报复。可是我们还不能证实陈百胜有没有贪污。不管真的假的，只要刘哲邦相信这个是事实，他就一定会去做。小青，你听得到我说话吗？他怎么了？不会有事吧？他累了，睡着了，没事的。每次来看他的时候，他都睡着了。有时跟他说不到2句话，他又不知不觉的睡着了。他的身体的确越来越衰弱了，但他的意志都很坚强，就是为了一个人。小青跟我说过，你对他很好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连累你的。我觉得难过，是因为你。我能感受到你的情绪，也能理解你为什么这么做。不过，泽邦，你有一颗纯洁善良的心，却被愤怒占据了，把原本对的事情做错了。可是我真的没有选择啊！就这样，我才可以救到我妹妹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你真的牺牲了自己，这对小静来说是更大的痛苦。你和她不是有个约定吗？难道你想违背这个诺言？如果救不到妹妹，什么诺言都是假的。OK，thanks。怎么样了？他们到了王氏集团所查后，确定没有炸弹。啊？刘哲邦耍我们啊！还有你的偶像啊，根本就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跟精力啊！你还在看什么？还不走 ？Brother， 你过来看一下。连环炸弹案件的疑犯在医院里挟持了人质，要求找出10名志愿者，捐出肾脏挽救妹妹的生命，否则疑犯将引爆所有的炸弹。是谁把消息泄露出去的？我怎么知道啊？现在更惨的是，这个视频在网络传到乱了，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了，这会引起恐慌的。小静，
他怎么了？他的呼吸道好像出现问题，小静需要急救，马上急救，马上送他。不要过来！你炸，连你妹妹一起炸死吗？不能拖了，让他离开啊！仿佛上一秒心跳已无法前进，有一些挣扎，怎么都还要继续。现实让人沉迷，也让人窒息，就像墨菲定律，难以捉摸的剧情。仿佛下一秒世界将碎成灰烬，破碎画面纠结着混乱的心情，黑夜渐渐逼近，却不留痕迹，吞噬每个身影和每一寸回忆。当黑夜找到了迷失的心灵，也许爱，也许恨，刺破了彼此生命，眼泪悄悄抗拒，却是那么痛。